姑娘，你喝的可是孟婆汤，不是凉白开。一连灌了8大碗，还有什么忘不掉的？这孟婆汤是不是掺了水？我喝了你8碗汤，前尘往事历历在目。姑娘是个有故事的人呐，要是你不嫌弃，可否和老婆子说说你的故事？我的故事说来无趣，不过是我满心以为自己嫁了心上人，到头来不过是成全他一场情劫罢了。我叫月娘，是江南首富的独女，爹娘待我如珍如宝，还有一位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。我们两家是指腹为婚。18岁那年，我如愿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。本以为我会成为江南最幸福的女子，却不曾想，那是我一生厄运的开始。月娘，静怡她为我受了伤，快些去请大夫。救命之恩，夫君难道是想以身相报吗？月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静怡是你我小时候的玩伴，如今她家道中落，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对她多有照拂也是应当。你们若是男未婚女未嫁，你照顾她便罢了，大不了娶她做你的夫人便是。可如今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，夫君你当真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吗？月娘你莫生气，我和莫叔哥哥清清白白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都怪我不好，让你们生了嫌隙，我这就离开，绝不让你们为难。静怡，你的伤还未痊愈，怎么能下床？月娘，你怎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？我不可理喻？你出门数月，我在府门外面迎你，你却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你是我的夫君，却日日夜夜在旁人床边照顾，究竟是我不可理喻，还是你见异思迁？岳莫叔，你竟然为了其他女人打我！月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才是气急了才动的手。既对我动了手，焉知没有下一次？岳莫叔，你这个负心汉！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心情不好就喜欢躲自重，下了雨也不知道带把伞。你都要换新夫人了，还管我带没带伞做什么？谁说我要换夫人？我和月娘要做一辈子的夫妻。那你和何静怡到底算怎么回事？说来夫人可能不信，自打我这趟出门，总会遇到一些怪事。难不成你出门撞了邪？不知为何，这次遇到何静怡，我对她有莫名的亲近。和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有些情不自禁。你存心气我呢？月娘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从带何静怡回府到我在她床边照顾，甚至之前打你那一巴掌，都不是出自我的本心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说不上脑，总觉着有时候我会被控制，做出一些违逆我本心的事情。难不成何静怡是从哪里学来了妖术？那要不我们把她送走吧？我试过了，清醒的时候我几次三番想送她走，可还不等人出门，我就又忍不住将她接回来。不会真的撞了邪了吧？此事甚为蹊跷，我已经让管家去华法寺请普愿大师，希望能用佛法化解邪祟。我只怕这段时间会委屈我的月娘。只要夫君没有变心，再大的委屈我也能忍受。夫君，快来尝尝你最喜欢的桂花糕。云墨叔，你给我个解释！月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如今你伤势已经好了，我给你1000两黄金，酬谢你对我夫君的救命之恩。今日你别给我离开云府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莫叔救我！月娘，你就这么容不下他？他都要抢我夫君了，是个女人都容不下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娶静怡为平妻，你容不下也要容。云墨叔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这些年我由着你的性子胡闹，你被纵容的越发骄纵，如今你连我的救命恩人都容不下，哪里还有一点当家夫人的气度？我是爹娘的掌心宝，也是你云墨叔青梅竹马的妻。如今你倒是嫌弃我骄纵了，早知道我是这样的性子，干嘛娶我进门？我后悔了，行不行？云家的夫人应当是静怡这样知书达理。话是你说的，云墨叔，你别后悔。纵然你跪在面前求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了。月娘，月娘，你回来！
上神，很快您便能归位了。和离书写好了，拿来，我签字画押，你我一别两宽，两心欢喜。和离书，你想都别想！难不成你还真想让我和他何静怡平起平坐，让你享其人之福？我不会娶何静怡，云府的少夫人只能是你。难不成你又失控了？自打娶你回家，我是怎么待你的，你还不清楚？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肝，我就是把你供在家里了。鬼知道我出一趟门撞了什么邪，一天天的尽在破坏你我二人的感情。真的不是出自你的本心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若我有心辜负月娘，就遭天打雷劈。云墨叔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呢。老天爷这是想冤死我！哼，渣男！月娘，婆派新知，云书上神和那个月娘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只怕云书上神的一缕情魄对那凡女动了真心。云书上神归位在即，不可有误，情魄作祟，那就收了那女情魄。月娘何时肯随我回府？你总不能一直待在娘家吧？回去要面对何静怡，我怕自己忍不住抽她。还有你，为夫是无辜的，天打雷劈的那种无辜。月娘，为夫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为夫真的是比窦娥还冤啊！看来唯有用实际行动证明为夫对月娘的真心了。从此后贞观人间风月，再不及你惊艳。恍然间，与你初见的画面又浮现，相遇哪怕。姑爷呢？小姐您忘了，您和姑爷大吵了一架，回了娘家，姑爷并没有跟来。你说什么？姑爷昨天没回来？对呀，姑爷这会儿估计还在云府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昨夜父亲明明和我在一起。小姐，我们可要回云府。不必了，府中近日有古怪，还是在家中暂居一段时间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回命传言姑爷要娶幸夫人做嫔妻，老爷气不过，带着夫人去云府理论了。这不可能！夫君，你为何要骗我？慢着，云墨叔，当年你求娶我女儿的时候，可是说过一生无二色，如今你却要娶嫔妻入门，是要置我女儿于何地啊？岳父，岳母，当不得你一声岳父。我的女儿不与旁人共侍一府，你要迎娶心腹进门，便与我女儿一封和离书。韩家的女儿便是待在家中一辈子，我也养得起。满城尽知云府迎娶新夫人，我这位明媒正娶的正妻，却连一碗净茶都喝不到吗？月娘，我与静怡情投意合，今日我无论如何都要娶她为妻。你与她情投意合，那我与你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情谊又算什么？我是韩府的大小姐，爹娘千娇万宠的长大，不是让你来糟践的。韩月娘，你讲点道理，男人三妻四妾属实正常，更何况静怡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可你之前不是这么对我说的，你说我是你这辈子唯一的妻。便当我对不起你吧。你要成婚可以，我甚至可以让出云府少夫人的位置给何静怡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何事？前段时间你让管家去法华寺请普元大师，如今普元大师就在门外，我要你先去见他。大喜之日，你让我去见一个和尚？见过普元大师，我便与你和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大师，求您帮我看看我家夫君身上是否沾染了邪祟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福泽深厚，并无邪祟缠身。怎么可能？他一夕之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前一刻与我浓情蜜意，下一刻却对我弃如敝履。我家夫君说自己不受控制，才每做出伤害我的事情。大师，我求你再帮我看看清楚，当真没有邪祟作怪吗？韩月娘，你够了！你究竟还要诅咒我到何时？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
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人不与天斗，缘由孽中生。有些人求不得，有些事求不来呀。大夫呢？快去叫大夫，快！令爱这是怀有身孕，气急攻心，以致气血不畅，一时昏厥。我这就开一剂凝神静气保胎的方子给他服下。冤娘有了身孕，云墨书那小子竟敢欺辱我女儿至此，是欺我韩家无人吗？我这就去他韩家理论。小姐不好了，老爷被姑爷打伤，刚从云府抬了回来。云墨书，我爹是你岳父，你怎么敢对他动手？马上就不是了，难怪你之前要闹着和我和离，原来你和旁人烛台暗结，接着把我甩了投奔奸夫呢。云墨书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府中人人都知道我出门数月，回来之后就与你大吵一架，你便回了娘家，3个月不曾与我见面，我碰都没碰到过你。你若没有奸夫，肚子里哪来3个月的孽种？云墨书，你混蛋！这孩子明明是你的，3个月前你爬了我韩府的墙，自己来找的我。我有没有和你上床，我自己会不知道。你说我来找你，谁能给你证明？你只要能找个人出来，哪怕是顶绿帽子我也认了。哼，如何？你自己府上的下人，难道就没人给你证明？可这孩子真的是你的。哼，你做了此等恬不知耻的事情，竟然还妄想把孽种扣在我头上。韩月娘，我当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会娶了你这等淫妇。云墨书，瞎了眼的究竟是谁？我18岁嫁你为妻，年华正好，守诺相依。如今新人换旧人，我却连你变心的缘由都不知。我韩月娘也不是那种没有情爱也活不下去的女人。这封休书我收下了，从此以后我与你恩断情绝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爹娘，女儿没有做过偷情的事情，孩子真的是云墨书的。哭什么？你是爹娘的女儿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能不知道？这个孩子云家不要，我们韩家养，韩家以后都是你和这个孩子的。不哭啊，乖女，不哭啊，别哭了。你不是已经收了云舒上神的请迫吗？为何他从韩府出来便吐血昏迷了，嘴里还一个劲地喊着韩月娘的名字？要不怎么说是情劫呢？99天劫，情劫最苦。那就快点助上神度过情劫，早日飞升。小仙倒是想，只是线下出了点问题。按照司命的剧本，云舒上神与那韩月娘青梅竹马，2人婚后韩月娘骄纵跋扈，闹得云府家宅不宁。直到静怡仙子你的出现，上神发现对你才是真爱，韩月娘怀恨在心，几次3番找你和上神的麻烦，最后韩月娘对你们2位痛下杀手，如此才能成全云舒上神的一番情节。线下出了什么问题？小仙没想到那韩月娘是个烈性女子，竟然真的接了云舒上神的休书。如今2人恩断情绝，韩月娘与上神之间的虐恋深情没法展开，更不用说那最关键的一步杀夫。那便推韩月娘一把，你扶儿过来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咱们家的商船沉了，如今货物不能按期送达，外面商户都吵着让我们赔偿。你说什么？爹！大小姐，若是3天内我们筹不出货，哪怕填上整个韩家也不够赔偿。韩家是爹娘一生的心血，我不能让韩家就此倒下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云家的商船回来了，我去求云墨书。云少爷，求您看在你我这些年的情谊，帮帮我们韩家吧。单娘这是在做什么？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的说要和夫君恩断义绝，怎么这时候韩家有难，你反倒求上门，让他看在多年情谊的份上，帮你们韩家？我要见云墨书。夫君说他不想见你，你若是向我磕100个响头，没准我会让你见夫君一面。想羞辱我，做梦。
娘，如今韩家门口都是讨债的人，家里已经被搬空，爹也病重，现在咱们的栖身之所也只能在这破庙之中。月娘，你爹高烧不治，这可因何事啊？我去找大夫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大夫在家吗？开开门啊！求求你们开开门啊！云墨叔，我爹爹病重，求你看在你叫他一声师伯，小时候他也曾抱过你的份上，求你让云府的大夫去给我爹爹诊脉吧。云墨叔，夫君已经睡下了，想进门还是老规矩，100个响头，你磕是不磕？韩月娘，曾经你为宝，我是子，如今你还不是向我低头了？云少爷，求你救救我爹。我可以救人，但是我要你一命换一命。云墨叔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好歹也是我云家的少夫人，我岂能容你腹中怀有一个孽种败坏我的名声？要孽种还是要你爹？你自己选。你这个畜生，这是你的亲骨肉！我不承认。韩月娘，你休想把这孽种记在我头上。孽种？我怀的竟是一个孽种，好一个孽种啊！云家列祖列宗在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今日非我韩月娘不愿保全云家国贤，是他云墨叔杀鸡害子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我成全你，这个孩子我不要，我以一命换一命，你不可食言。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无知？让云府的大夫随我走。月娘，孩儿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要做什么？借夫人的命已用，你放心，来生我定让你投个好胎。仙子妄造杀孽，怕是不妥。想要逼韩月娘一把，韩夫人就不能。你怕什么？动手的又不是你。我已经让云府的大夫去给你爹看病了，你爹重病不治，你来云府门口闹什么？你为何不说我爹是因为被你羞辱打伤才卧床不起？我娘被刺身亡，尸体旁边落下了你的玉佩和何静怡的珠钗，还有我那可怜的孩儿一碗红花，我疼了整整1夜。云墨叔，杀人偿命，我韩家老老少少3条人命都和你云墨叔脱不了干系。怎么会这样？云墨叔，黄泉路上给我陪葬吧。再高点儿，再推高点，你想飞啊？我要是飞了，你可怎么办呢？这辈子你都别想飞出我的手掌心，你呀，此生注定是我唯一的妻。总教年华梦，竹马绕青梅，此生长相恨，不如断人情。云墨叔，你没死，
大胆凡女，岂可直呼上神名讳？上神？尘缘种种，皆是烟云。本尊乃是九重天上云舒上神，历练情劫，才与你有一段牵扯不断的孽缘。如今本尊已然归位，念尔助本尊历劫有功，特赐你10世富贵，以自去鬼界往生。上神？情劫？我这一生的情爱坎坷，爱恨别离，难道只是为了应你一场情劫吗？这个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笑之事？应劫的人又不是我，凭什么让我身边的人生生死死，而你却只还了我一条命？你们这些神，把我们这群凡人当成什么了？大胆，能替上神应劫，乃是无上荣耀。荣耀？此等荣耀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我倒是忘了，你也排着应劫了呢，却是把刀子往我身上割。我爹，我娘，我的孩儿还有我，整整4条命，依旧往生，就把我们给打发了。九重天上岂容你放肆？你若不想往生，那便天诛。我收集思念，一眼看寻缠绵，只剩我只言。从此后见惯人，是夫君没有护不住我的月娘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爱你的人是我，疼你的人也是我。月娘，只可惜我只是他的一道情婆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伤你害你，却始终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。所以你没有骗我，我的夫君没有骗我，也没有辜负我。月娘，你听我说，你斗不过他们，奈何桥头弄破塔。如果你觉得此生太苦，便多喝上几回，都忘。不，我不忘，我不忘。此仇不共戴天，此恨长恨绵绵。纵有往生，也不是今生的韩月娘，他们凭什么用来世做我今生的补偿？别哭了，你这一哭，夫君的心夫君，你别离开我！是我属于你亏欠，手牵思念。一道情破也敢切我一击，不自量力！我和你们拼了！够了，送他去鬼界往生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凡人替上神应劫的故事。这孟婆汤，我喝了一碗又一碗，可我怎么就是忘不了。别喝了，这个汤不喝也罢，你这样是过不了奈何桥的。原来我连奈何桥都过不了吗？前生忘不了，大仇不得报，我这一生到底算什么？谁说报不了仇？你要是想报仇，老婆子帮你，总要让世人知道，哪怕是9天的神灵，也不能如此玩弄人心。你可是活生生的人呐，怎么能把你逼成鬼呢？婆婆，你能替我报仇？老婆子替不了，那可是9天的上神，可我能助你。只是从此以后，你再无轮回，永生永世只能与黄泉为伴。只要能报仇，我宁愿永坠地狱，不得解脱。唉，你有此心，便随我来。800里黄泉从诞生开始，便吞噬孤魂冤鬼，这煞气就算是上神也抵挡不住。你想报仇，只能化为黄泉，与他融为一体。只是这条黄泉路，你若是走不完，便会被他吞噬。你可想清楚了？800里黄泉路再苦，我也要替逝去的亡魂讨回一个公道。
9天神女，我回来了。静怡仙子，曾经我为蝼蚁，你为神女，我趟过800里黄泉路，就是为了向你讨回一笔血债。不过一个凡间妇人，死了便死了，你竟然让本仙子偿命，你疯了吗？神仙若无怜爱之心，和魔鬼又有什么区别？住手！哼，上神让我住手，我便要住手吗？你又是我的谁？凭什么让我听你的话？本尊用你应劫，是本尊不对，欠你的本尊会补偿，不要妄造杀孽。好一个悲天悯人的上神啊！这话我爹娘死的时候你不说，逼我一碗红花打掉孩子的时候你不说，我愤而自尽的时候你不说，我夫君魂飞魄散的时候那还是不说。原来凡间的蝼蚁连句对不起也不配得到。配和我夫君用同一张脸，你不配用他的眼睛看着我。对不起。没了张脸，没了一双眼，你连嘴巴也不想要了吗？这时候和我说对不起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本尊的情节没有过，所以呢？本尊一生从未尝过情爱滋味，司命让本尊历劫，本尊便迎合着他的话本。情魄乃本尊的三魂七魄，情魄心动，本尊有机会不心动。可是我从头到尾爱的只有我的夫君啊！上神，你连自己的一道情魄都比不上，这情节若是让你过了，那才是天道不公呢。情爱到底是什么？连情爱都不知，你这样的人，明使光使，我过不了这忘川，你也渡不过这黄泉。夫君，这暗无天日的岁月，你会陪着我，对吗？冤娘，你本可轮回转世，享时世富贵，可你却选择了孤守黄泉。800年了，世日受过往记忆的煎熬，你可悔？婆婆，我本一介凡人，蝼蚁之姿，能让高高在上的静怡仙子灰飞烟灭，也能将上神永困黄泉，日日受煞气吞噬之痛，便是证明这天道有情。天道既正义，怎能任由仙术不正之人继续逍遥法外，欺凌弱小？愿娘不悔。对，他们自己渡不了劫，那就接着修炼，只要功德圆满，何愁渡不过去呢？可他们强行修改凡人命数，让本该有福之人悲惨离世，以凡人性命做跳板，完全是乱了天道轮回秩序。那婆婆今日为何会来问我悔不悔？月娘，你有功德呀，天道与你一丝机缘，你的夫君能不能回来，就靠这一丝机缘啦。文曲星君日日跑到我这黄泉边上大声念书，跟王八念经一样，你交学费了吗？
本君最近发现，在黄泉边上念一念，常常会出现醍醐灌顶之感，修为上升极快。我让你醍醐灌顶，我让你醍醐灌顶。月娘，你别冲动，我交学费就是了。拿来，我把我自己交给你，我会的可多了，你绝对不亏，收不收啊？哼，别以为你顶着一张云墨书的脸，我就会喜欢你，想勾搭我，滚一边去。真的吗？你对着我这张脸真的没有动心？看来你还是很爱你夫君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可爱我的夫君了，爱的不要不要的。你听了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啊？云墨书好玩吗？云墨书你怎么发现的？自那日孟婆借走了那一魂一魄后，不久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与云墨书长相8分相似的人。可随着你来的次数越多，我对魂魄的感应也越来越弱。如今的你，要么已经与云墨书长得10乘10了，那魂魄也完全感应不到了。那也不能证明就是我呀，那魂魄说不定被文曲星君给吞噬了呢。说为什么不认我？就是想试试你会不会喜欢上别人啊！毕竟这文曲星君顶着与我相似的脸，在这里陪了你300年，万一你对他动心，不喜欢我怎么办？那你和文曲星君有何关系？你怎么会在他身上？我当初消散的时候，这文曲星君正好被青鸾一族的公主碎了一魂一魄，我的一丝执念恰巧进入了他的身体。不过那文曲星君缺了魂魄，加上体内一丝执念慢慢滋长，肯定心智大乱，影响了他福泽必应凡人之责，导致人界动乱，大型焚书坑儒之行。无奈之下，他搜索了那丝执念的意识，通过韩月娘这个名字查到了地府。哦，所以孟婆她动用了元书上神的一魂一魄，可能文曲星君去哪儿了？月娘不必担心，如今的我是一个完整的我，实实在在的是那个爱你宠你的夫君了。文曲星君助我完全占据这具仙躯之后，他的神识就重新入轮回了，说要去赎罪，待日后重新修炼成仙。夫君，那我们是不是再也不会分开了？是的，我再也不要和我的月娘分开了。